彩，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。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。转过身来，爱一直都在，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。穿过人海，爱留下。 越来快乐，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。是什么？梁医生，早。 早，这么巧。上几楼？上哪一层楼我就上哪一层楼。啊？啊，八楼，我上8楼啊。Sister Wong，平时有什么嗜好？跑山路。什么？跑山路啊？我也喜欢跑山路。改天有空我们一起去跑山路。不好意思，我喜欢一个人跑山路，不喜欢结伴同行。啊，那没关系。对了，我听西斯特官说，你每个星期天都去做瑜伽的，对吗？瑜伽好运动啊，我也喜欢做瑜伽的。我可以参加你们那一班吗？哦，不是那么方便。没关系的，我学习能力很强的，我很快就可以追得上的。不是的，因为我参加的课程是纯女性的，他们不收男性学员的。哦。对了，你会不会打高尔夫球？不会。很容易的，我可以教你的。我没有兴趣。没兴趣啊？那打网球吧。梁医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下次再聊吧。大朋友，哇，想不到你真的对我们大姐有意思哈！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啊，她很内向的，心里喜欢，可是就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我看啊，她是对你没有意思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条件这么好，她怎么会不喜欢我呢？是啦是啦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条件很好，不过感情有时候啊是不看条件的。你想追 Sister Wong 啊？哈，我看你还是做好啊长期抗战的准备吧。长期抗战？我以为他已经离婚了，感情受到创伤，应该很容易追到手的啦。哎呦，你这样想的话呢，就是大错特错了。这怎么说啊？那我们大姐现在的情况呢，就好像身体生了一场大病。生了病之后呢，我们会自然产生那个抗体的嘛。每当那个病毒再次来袭的时候呢，那个抗体呢就会对抗那个病毒，然后呢把它一网打尽。你这么说，就是我是那个病毒了？难道是我？那我不是没希望啊，也不能这样讲，要看这个病毒强还是不强嘛。不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请我吃一餐好的，我就教你怎么办。吃一餐，nice。不，你不要只顾着吃嘛，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可以追到洛君。追女孩子呢，一定要胆大心细，单刀直入。你要我直接告白，单刀直入啊？哎，不行啊！要是他拒绝我，不是很尴尬？我跟他是同事啊，我总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制造一个偶遇，那先跟他喝杯咖啡，吃个饭，看场电影，由浅入深，一步一步来，慢慢爬起来呀。可是怎么样制造偶遇啊？当然呢，是在他常出现的地方等他啦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就在我86的走廊跟电梯多走动，那我一天就可以制造很多次偶遇了。你要头这样大里头有没有脑袋？那么白痴的东西你都说得出来？切！那我又怎么样？看在这一顿餐的份上呢，我呢就卖一个内幕消息给你。
哎呀，不要卖关子了，快点说嘛。每当大姐休假的时候呢，她都会去书城买书。书城。梁医生，这么巧？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现在不在医院，叫我长鹏好了。长鹏，很有气魄的名字。是吗？我经常都来这里的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是吗？可能时间不对吧？原来你喜欢铁齿的书啊？哎，我也是啊。我没想到这个男作家可以把女性的心态刻画得那么细腻啊。铁齿是个女作家。是吗？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想考你。那你喜欢铁齿哪一部小说啊？几乎他所有的小说我都喜欢。铁齿是个散文作家，他只出了一本散文集，就是我们手上这一本。我看我搞错了。你慢慢看吧，我先走了。洛君，相请不如偶遇。既然我们遇到了，我们一起喝杯咖啡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时间，我待会有事。要是他拒绝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他拒绝你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厚颜无耻，然后呢装可怜，因为我们的大姐她的心啊很软的。算了，其实我早就料到你会拒绝我的。像我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交到朋友呢？梁医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不用再安慰我了。都称我梁医生了，你看连称呼都保持距离。长鹏，我真的待会有事。你有事你去忙你的吧，反正我这一辈子啊，就注定要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喝咖啡的。我还以为碰到自己同事了，可以跟你去喝一杯咖啡。走吧，喝咖啡的时间我还是有的。没想到新来菜鸟医生什么都不会，结果差点害死那个病人，幸亏有我在。哎，难得休假日啊，竟然都是在谈医院的事情，很无聊啊。追女孩子呢，一定要胆大心细，单刀直入。西施翁啊，我应该叫你罗君。罗君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。我有2间公寓啊，都已经还清贷款了，在银行的存款足够养老，我没有不良嗜好，也没有任何负债，家世清白。我不买车是因为想让我未来的女主人决定车款。对不起，梁医生，我们第一次喝咖啡你就跟我说这些，会不会太快了一点？会吗？我们同事这么多年了，大家见面的时间还比家人的时间还长，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在家里排行老3，我有2个哥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照顾公婆，也没有婆媳之间的问题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梁医生，谢谢你对我的厚爱，可是你条件太好了，我高攀不起。千万别这么说啊！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，只要你所有的一切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谢谢你，可是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去医院看我妈了，我先走了。妈，原来你坐在这儿，我四处找你。你又买什么了？买了几本书给你打发时间。
都快出院了，还看什么书？回家慢慢看，免得你到处乱跑。洛君，啊，伯母，你是？他是我同事，梁展鹏医生。你好，梁医生。啊，伯母，叫我展鹏好了。伯母，听说你刚刚动完手术，身体好一点吗？啊，我带了蛋糕给你啊。谢谢你，好多了。哎呀，不用谢啊，我跟洛君很熟的，我们刚刚才喝过咖啡呢。你们开始约会了？巧遇也算约会吗？慢慢来。妈，幸好你选择动手术，现在才可以走路。你爸就没有我幸运，过不了那一关。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。对了，刚才那个梁医生好像对你有意思，看起来人还不错，老老实实的。我跟他只是同事，不妨考虑看看，不要马上就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我跟他是不可能的。律师你不要，医生你也不要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啊？真的想要孤独终老啊？马德，洛君，原来你们在这里。我在住院的这段日子，一强每隔2、3天就来看我，真的很有心呢。可能以后不能再来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多几天我就要移民澳洲了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其实这样也好，反正你家人都在澳洲，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。洛君，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跟你聊聊。去吧，一强就要走了，做人要有始有终，好聚好散，好好的把话说清楚，来个完美的道别。好吧，妈，我先扶你回房。你还记得这双鞋吗？这是结婚10周年你送给我的。当时我还说送鞋子很不吉利，你绝不当一回事。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。这样不吉利，你还穿着，这么旧了，丢了吧。这是你送的，我舍不得丢。什么时候走啊3天后。这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。刚才你说这里没有东西值得我留恋，其实你错了。我很舍不得离开这里的，因为这里有我最在乎的人。洛君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不走，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一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你只是不甘心，我其实没有这么好，你何必一直在钻牛角尖呢？我们离婚过后，你一直保持单身，也不跟人家交往，你为什么不考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再来过？你是应该重新再来，可是不是跟我。离开这里对你来说，也许是件好事，这样你才可以放下一切，重新再来。没有你，我快乐不起来。时间可以治疗一切，无论是快乐、悲伤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能不能在我离开之前陪我吃一顿饭？既然决定离开，就不要再有眷恋。我祝你入寿风。What？ 你刚刚说了一些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是说，我跟陆军告白了。Doctor，你姓白的哈？
单字一个吃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第一次约他喝咖啡，你竟然跟他告白，你要吓死他吗？也是你说的嘛，胆大心细，单刀直入。这个不叫做胆大心细，这个叫做头大没脑，打草惊蛇。我跟你说，要追一个女孩子，除了要胆大心细、单刀直入，还要见机行事、审时度势。哎呀，你不早说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不会变通吗？哎，算了，算我瞎了眼了，早做军师了。哇，你这个人真是的哈，自己学业不精哈，要怪在我的头上啊！活该你活到这把年纪还找不到 girlfriend。你也好不到哪去啊？你以为你很厉害咩？还不是跟我一样。地方很大，不错啊。楼上的花园很漂亮。请坐。走了一圈，先喝杯茶解渴吧。谢。谢谢。像你这样的经济，也不招呼买家，也算少有。我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：好的房子自己会说话，不必我多言。而且买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如果不喜欢，我说的再好也没有用啊。王经纪果然名不虚传，很多经纪都喜欢把房子说得天花乱坠、言过其实，很少遇到像你这么样的经纪了。你太夸奖了，其实买房子也要靠缘分，再好的房子也要适合自己，走进去喜不喜欢，马上就知道。这间房子值得投资，我们要了。好，马上给你们办手续。过了20分钟了，怎么姐还没到啊？人家现在生意做得很大，忙得很呐，见他一面都难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不信，等一下他来，你问他喽。姐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真没有良心呐！老妈子出院也不来接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会赔偿你的。用钱是吗？妈，别为难姐了，有我接你就够了吗？就是嘛，我刚卖了一栋豪宅，需要处理很多文件，所以迟到啦。我真搞不懂啊，你的人缘一向来这么差，怎么一转行，竟然有这么多人上门去找你买卖房子？可能这一行呢是需要直肠直肚、不拐弯抹角的人，姐呢就刚好迎合这个市场的要求。也许是吧。你看，生意又找上门了，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。喂，朱先生，我现在陪家人吃饭，待会儿再跟你回电。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赞，可以拒绝客户的要求，不是有性格，那真的是赚到钱了。钱当然要赚，不过我也不能出卖我和家人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就好，就算给你赚掉全世界，不开心也没有用。好好的护士长不当，去买卖什么房子呢？谁说我不开心啦？是啊，妈，你忘了说过了，只要我们开心，你就放手的啊。那想吃什么尽管叫，我请客。妈，换餐厅，吃点好的，吃点好的。哎，这里也有龙虾的，选最贵的，快点快点。这个地区呢，真的很方便。你看，靠近市区，楼下有地铁站，有巴沙小贩中心。哥，他们是谁？来这边做什么？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管了。弟啊，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的？没有啊。王经纪，这里地方不错，不过价钱方面有点贵，有得商量吗？哦，这里的确比市价高出1万多块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不过等一下还有3组人等着要看，你要尽早给我答案。是啊，这一区很抢手的，错过就太可惜了。好，我买。阿福啊，你把屋子卖了，我们住在哪里呀？妈，你忘了吗？
我们之前不是讲过，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啊？是，知道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好，经纪，那你就赶快帮我们办理手续吧。好，我马上帮你们处理。不过这间房子是你和你妈联名的，我需要她签名啊。那你就帮我妈妈盖手印吧。安迪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要卖房子？知道，我卖房子，我就可以跟儿子住在一起。然后我知道。谁说你可以进来我家的？你这样是死缠烂打，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你不懂什么叫好聚好散的吗？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以强，以强看着我。以强，把手抬起来。没事的。根据他的情况，已经是证实周脑中风。情况严重吗？手术后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会影响以后的日常生活技能，还有说话的能力。我会安排职能治疗、物理治疗和语言治疗师来帮他进行复健。谢谢你啊，董刚。这是 Mr. N 的随身物品，你查一下是不是他名字？是，谢谢你。初见若君，情深意动，执子之手，此生无憾。知道你喜欢吃海鲜，亲手煮了3道，多希望能够陪你一起吃。第二，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没事的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以强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现在暂时不能进食，要插胃管，输送液态食品。没事的。别挣扎，一强，一强，你放手，没事的，好，一强，我跟你换。啊，一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你啊。一强。妈跟姐都来看你了。一强的情况好像越来越糟，他意志消沉，情绪暴躁易怒，
求生意志也很弱。那是抑郁症的倾向啊。他的家人啊，怎么没来看他？看过了，已经回去澳洲了。不是吧？难道他们要你照顾他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在法律上完全没有关系的。是啊，没有理由家人不照顾，由你这个外人来照顾吧？他跟他家人都不亲，更何况我们离婚的事，他也没告诉他家人。他不说，你可以自己说啊。这个时候，怎么开口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划清界限。妈，你一直不是希望我跟一强复合的吗？怎么现在唱反调了？你知道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吗？一强那个时候健健康康，没病没痛，可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你难道要照顾他一辈子吗？做人怎么可以这么现实？谁叫你是我的女儿啊？为了你的幸福，叫我当坏人我也无所谓。妈说的没错，你要考虑清楚，照顾一个中风病患者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我也知道，可是他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你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吧？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早点康复，其他的迟点再说吧。唉，看你平时不苟言笑，没想到你是真人不露相，业绩这么出色啊！哪里？不到1年的时间就成交了12间屋子，还大小通吃，不管是祖屋还是豪宅，真的是有杀错没有放过。你到底有什么秘诀啊？哪有什么秘诀啊？我照做。有很多资深的产业经纪也未必达到像你这样的业绩啊。是我幸运，不如说是我教导有方，让我也沾一点功劳。是的，谢谢老师。这不是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的那个美美吗？哇，原来她这么可怜的啊！什么可怜啊？你看，母亲失智，女儿弱智，还要住在祖屋楼下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儿子不是说把你们带回家一起住的吗？是你这个坏人，把我们的儿子卖掉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不要！你给我滚！不要丢了，我走。哎，对不起，你是住这里的吗？是啊，什么事啊？你认识那对露宿在祖屋楼下的母女吗？当然认识，他们是我的邻居。不知道是哪一个死没良心的房屋经纪，和他的儿子联合起来，骗他老人家把房子卖走。好了，现在把他们害惨了，没房子住。那能请你帮忙照顾他们吗？我还你钱。小姐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阿妈不肯。我阿妈说什么长贫难顾，加上安迪有失智症，玲玲又有点弱智，很难照顾的。谢谢你。你呀，刚才饭也吃不下，闷闷不乐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帮一个不孝子把房子卖了，害他妈妈跟妹妹没地方住。最惨的是，一个是失智，一个是弱智。不过这件事应该怪他儿子才对，是他儿子不孝啊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为我而死。是我叫那位老太太盖手印的，我也算是帮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想买间祖屋让他们住。你现在已经有了这间公寓，还能买祖屋吗？我可以把这间公寓卖掉啊！什么？卖掉公寓？那你住哪里啊？
我又怎么办啊？你不是有一间祖屋吗？哦，原来你真正的目的是在打我的主意啊！哈啊！妈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就让他母女俩住在我的祖屋里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。是你说的，不还租金的哦。你太好了妈！新式的脉搏血氧仪的用法，其他同事都掌握了吗？大家都上过课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需要多加练习。那很好，这个仪器下个月就会到，要确保所有的同事都清楚如何正确的使用。另外呢，我也订了几台医药车，之后就可以淘汰那些比较过时的款式。Sister， B35茱莉亚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好，谢谢你。茱莉亚跌得不轻，幸亏肚子里面的孩子没事。从伤势看来，她脸颊、手臂都有淤青和伤痕，不像是跌倒。我怀疑她可能是被人打，可能是家暴。家暴？如果要是被打，她一定会说出来，不会说是跌倒。所以她可能想保护这个人。是时候跟她换药了。你去忙其他病人吧，你把它交给我。你觉得痛就告诉我。你伤得不轻，怎么弄伤的？跌倒，不小心撞伤的。你家人没来看你？他们没空。你先生呢？他出国公干了。也许你还不知道，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你已经怀孕2个月。恭喜你！险呐！我不要这个孩子。就算你真的不要这个孩子，你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帮我安排多胎吗Madam Chu， 多胎这件事，你是否应该先回家跟你先生商量一下？不用的，他不会在乎的。总之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真的希望你再考虑清楚。用的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只会成为一个累赘。你身上的伤，是你先生打的吧？如果是的话，院方可以帮你报警，告他家暴。不要报警，他已经后悔了，我不想让他坐牢。他这么对你，你还为他着想。家暴是要阻止的，不能放纵。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不会，他只是酒喝多了才会打我的。他打你，就表示他不再爱你。为什么你还留在他身边呢？别人不爱你，不是你的错。可是，如果你不爱你自己，就是你的错。答应我，不会再伤害自己了。哎，是你啊！你来看玲玲和安迪啊？我已经找到地方给他们住了。你是社工？不是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死没良心的房屋经纪。不好意思啊，
我是买食物来给他们吃的。他们有你这么好的邻居，也算是幸运了。我能做的也只有那么多。安迪，吃饭了。雨林，起来了啊！哎呀，我找到地方给你们住了，你收拾东西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你是个坏人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安迪，他是来帮你们的。吃饭。玲玲，起来吃饭了。玲玲，你怎么了？玲玲，听到我在说话吗？发高烧了。你会护理啊？我以前是护士，是看医生。我没有钱。别担心，我这里有。你忍一忍，机会到你了。这里是我妈妈的家，一直没有人住，你们暂时就住下来吧。啊，很漂亮哦。那这些药呢？我已经帮你分好了，记得吃饱饭才吃。以后我每个星期都会来看你们，你要快点康复啊，这样子可以好好照顾妈妈。来，带你去房间休息。阿姨，我不要休息，我们也要去看一看。你真的让他们住在这里，不收钱啊？你真是个大好人。祸是我闯的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你很有爱心，对护理也很有经验，为什么你不继续当护士呢？哎，妈，你在干什么？看照片哦。这是你的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一张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拍的吗？成为正式护士的那一天。那时候的你呀，神采飞扬，信心满满的。可是现在呀，当然啦，那时候我还年轻，现在老了嘛。是心境老，不是人老啊。好好的想想吧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病人的情绪不稳定，不肯配合插胃管，没有求生意志，一直自我放弃。好，谢谢你。今天怎么样了？怎么？不想看到我？听护士说你不肯合作，不肯插鼻胃管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，才肯振作起来？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了，谁都帮不了你的。想说什么？等一等。来，
你什么都不做，我怎么帮你？为什么你这么想呢？如果你愿意配合，继续接受治疗，你还是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的。大姐说的没错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挣扎求存、想要活多一天都没有机会的人。中风不是世界末日。 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对，勤于做复健，那总有一天，你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，照顾自己，不需要靠别人。黄一强，只要你能够站起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 认识你那么久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可是啊，我万万没想到，原来你还是那么的伟大。你是不是不认同我的做法？我觉得你可以关心他，甚至是花多点时间来照顾他。可是你没有理由拿自己的幸福呢来当筹码。我是不希望看到他这样颓废下去。既然你对他那么有情有义，那当初为什么要狠下心的休了他呢？ 这是两回事，现在只有我才能帮得到他。所以你就选择了善意的谎言，还是你是来真的？你也看到的，一强现在需要一个让他活下去的理由。如果他接受治疗的话呢，肯定会康复。好了之后怎么办？你跟他和好，你接他回家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希望看到他振作起来。这不行。 你就是要想那么多，我劝你呢，还是把话给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，到最后啊，两个人都痛苦。老实说啊，站在朋友的立场呢，我真的不希望啊，你把自己的幸福也赔上。好啦，别光说我，说说你吧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跟心里误会解了没？ 解是解了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们只是同事，不是朋友。他说的？不是，是我感受得到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的第六感很强的。不错啊，看来你们算是心灵相通啊。你在开玩笑啊？不好笑。哎，是不是对人家有好感啊？心里这一个人呢，外冷内也冷。如果真的对人家有好感的话，采取主动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你真的会跟他复合，让他回家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把话给说清楚，不要给对方一个假象，免得以后大家都痛苦。 因为爱的认真，就会完整。原来失去才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回忆从未曾变冷，亲爱的我，答应你们好好生活也算。 一种责任。转过多少红灯绿灯，错过多少拥抱亲。 等到最后，才愿成。
灿